哦啦啦，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南天门计划。自从中国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并返回之后呢，一种神秘的氛围就开始出现了，仿佛在月球的背面发现了什么惊人的秘密。正当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呢，中航工业突然披露了一份令人震撼的未来作战计划。全球呢，为了抵御外星文明的入侵而产生了南天门计划。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的是古代传说中的神仙之地南天门嘛，它带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南天门计划呢，一直被视为是激情澎湃的一种存在。由于其过于科幻的色彩，官方尚未正面回应。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呢，不仅震撼了我国国民也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关注与热议。人们不禁的就疑惑呢，为何刚刚返回月球呢，就突然说要与外星人战斗呢？而美政府呢，更是坐立不安，这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呀？会不会像是当年为了搞垮苏联而虚构的星球大战计划一样呢？那我到底是跟还是不跟呢？就成为了一场很艰难的选择呀。因为跟的话呢，可能会就陷入中国布下的一个陷阱，拖垮本国经济。可是不跟的话，又担心万一这是真的怎么办呢？那可能就会被中国的科技远远的甩在后面。就在众人疑惑之际呢，中航工业举办的航展呢，向世人展示了南天门计划中的先进武器，并明确的宣布计划将在2050年实施了。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无疑给外界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呀。那南天门计划并非是空中楼阁吗？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技术支撑的战略目标的宏伟蓝图吗？就在今年的6月，央视突然就公开了南天门计划里的空天战机。除了垂直起降的歼20呢，还有之前被网友们热议的赤霄、月影、晨影、白帝、玄女等空中航母也赫然在列，并直言呢，神秘的南天门计划，你们期待吗？这样的空天战机超酷虽然目前只是 CG 画面的，但是足以让军事迷们再次陷入了狂欢。毕竟这是官方第一次正面回应南天门计划呀。当然了，因为这个短片中并没有对这些战机进行了介绍，也没有对南天门计划进行解读。再结合现在的90后、00后掌管官方账号呢，有可能存在调皮的行为，所以有人还是认为呢，央视的这一次公开呢，也许只是一个玩笑呢。毕竟那么先进的东西不可能那么轻易示人嘛。那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南天门计划呢？南天门在中国的神话里就是南瞻部洲嘛，通往仙界的大门。下面呢就是东土大唐，而东天门呢是东胜神州，西天门呢是西牛贺州通天的。所以呢，从南天门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呢，这是专属于中国人的通天计划。它包括研发了新武器，也包括了信息化战争的布局，比如说研发超音速飞行器激光武器无人机等等。那有一个名字呢叫鸾鸟的空天航母还有叫玄女的战机、白帝的战机等等，还布局了整个天空的太空网络卫星。据说呢，用6G 量子计算等方式呢，指挥我们地面上的人工智能去作战。当然了，有人说这个计划呢就是科幻的一个 IP 嘛，也有人说是国家的一个军事上的布局。那到底该如何解读呢？首先就是官方已经表态了，他们说南天门计划的确是企业自主构建的航空科幻 IP， 要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馆，用来科普航天航空的知识。它首次的展览呢就在2022年的第14届珠海航空展上。当然了，几十年前呢，珠海的航展曾经展出过类似概念的装备，到现在呢，要么已经实现了，要么就是即将实现了。比如当年航展的无人机，当年的歼20，不都在现在若干年之后实现了吗？这也让很多人就认定这个南天门计划其实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伴随着这个科幻 IP 呢，还有一本同名的小说叫《南天门计划》，里面有一句话呢是这么说的对于蒙昧而又充满野心的早期文明而言呢，犯错是迟早的事情。于是现在呢，只能让更多的战机不断的起飞，用更多双眼睛呢来警惕漆黑的深空。这个书的作者叫吴俊，而拥有这个科幻 IP 的企业呢，就更值得我们深思了呀。这个企业呢，名叫中航环球文化传播公司是中航工业集团100%控股的，而这个中工集团呢，又是国资委100%控股，所以这妥妥的就可以看出这个 IP 呢是国家队关键的是，航展刚一出现呢，引起大家猜测议论的同时呢，一个此地无银300两就出现了张召忠上校呢，居然出来辟谣了。他说这个南天门计划呢，就是空军打造的实景沉浸式体验活动。那这个张老师大家都知道，他是国防大学军事科技装备研究部的副主任少将军衔。他不解释还好吗？一解释呢，
这个更科幻的信息啊，居然就暴露了出来。在1987年呢，苏联当时打造了极地激光轨道站，就在天空上呢还装备了1兆功率的一个激光炮。可是那个时候只是1987年呀，而这种武器呢，居然出现在了南天门计划里说的那个鸾鸟航天母舰上。它是一款非常巨大的一个空天打击武器啊，体长呢242米，翼展高达682米，并且呢，鸾鸟还配备了超现代的武器系统啊，机身还装载了4具高功率的粒子扩散发射炮，两侧配备了16枚高能量脉冲激光炮，其实呢就是一个放大版的航母嘛。它是采用2座大型的高密度核反应堆来驱动机身上38台复式的高效发动机。不仅如此呢，鸾鸟还装备了12组力场驱动的动力装置。这种动力装置很明显就不是在地球上使用的嘛，是为了在广袤无垠的宇宙进行作战而使用的。它是悬浮在地球上空42000公里的轨道上的。第二个介绍的呢是玄女战机，据说它可以快到隐身，可以无人驾驶，最大的速度达到4.8马赫。既然有载机平台，怎么可能没有战斗机呢？歼20是地球大气层内战斗的那种战斗机，所以新型的战机玄女呢是可以在太空战斗的。玄女机长呢24.6米，翼展14.1米，机身搭载的武器有吊舱式的脉冲离子加速高能炮、小型的激光能量速射炮，以及呢超高速的空对空导弹6枚，超高速的短程导弹4枚。动力装置呢是搭载2台变循环发动机和1组感应式的力场驱动装置。第三个介绍的是航展上的晨影机甲，新型的空天无人机甲呢，晨影这个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部分，是很有科技感的一个战甲机器人，就很像高达嘛。而体型高度呢是5.2米，伸展开来最大高度是6.7米，作战的最大行驶速度是280公里每小时。晨影呢配备了2组导弹发射器，可以发射宽甲弹等多种弹道。肩部搭载1门激光武器速射炮，背部呢还有1门脉冲粒子能量加速炮。晨影的驱动装置呢是高密度的电源阵列系统，配上了2组矢量喷射推进发动机来组成的。那第4个介绍的呢就是空天战机白帝号了。白帝战机呢是一款双发重型战斗机，更贴近于现实中的战机，而采用了双尾的垂尾，驾驶舱高高隆起呢，然后缓慢的下降到了机头处。进气道呢也是位于腹部，有点苏式战机系列的风格。而白帝战机呢，具体的性能参数并没有官宣，但是白帝战机呢，最有可能就是最先被研发出来的，它有可能就是6代机，甚至是我们的7代机嘛。而第5个介绍呢，就是救援辅助的飞行器月影的。作为团队中的辅助飞行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嘛，具体参数不详，但是月影主要的任务就是医疗救助，全身呢红白相间配色，被部署在月球基地。可快速支援飞行器赤霞和飞行器天河，这2款飞行器的具体参数也没有公布。其中赤霞的任务是担任快速支援飞行器，其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被部署在鸾鸟空天战机平台上进行作战。而天河的主要任务呢是起运输的一个作用。所以从整个南天门计划的技术上来看呢，应该是我们想冲出大气层而进入外太空嘛。但是目前是有阻力的呀，那最大的阻力就是材料的问题了嘛。这是南天门计划必须要突破的。但是可巧不巧，就是在2020年底呢，我们在月球上带回了1731克的月壤，你可以理解为月球上的矿石。那这个矿呢，在月球上昼夜温差达几百度，在强于地球辐射的这个环境中生长了几亿万年，所以官方就拿这个石头表态了，他们就说有助于研制出更加抗辐射、更加长寿的一种新型材料。而2年之后呢，南天门计划随即就出现了。这也让人不禁就怀疑呢，难道我们在月球上的这种月壤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吗？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一场星球大战，也不排除类似于1980年美苏冷战的时候美国提出的一个战略防御计划，后来就被称为星球大战。当时就声称要研发太空导弹防御系统让苏联的导弹飞不进来，还弄了一个阿波罗登月计划，就给苏联很大的压力，结果愣是拖垮了苏联。那这一次的南天门计划的启动也让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投入天文数字的经费和高技术的太空研发抉择呢，美国的决策者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33万亿的国债已经让美国步履蹒跚了呀，而放弃太空探索则意味着在未来的竞争中会落后于人。此刻呢，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一可能改变未来格局的项目上。与此同时呢，众多的外国军事专家呢已经开始对这一计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一些外界的观点就认为
南天门计划并非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而是对中国空军战机性能的一种合理性的预测和展望。更有甚者呢，猜测这有可能是代表着中国科研团队正在酝酿开发第6代战机。想象的力量是很无穷的嘛。如果今天的这个概念在将来成为现实那么科幻呢将不再遥不可及了嘛，而是引领科技革命的一个新潮流。近日呢，央视公开了南天门计划。当我们看到了内容时候，就感觉到这次有可能真的来真的。因为在视频中呢，记者认真的就介绍了鸾鸟空天航母内部的一个单兵武器库，手里还拿着一个电子手枪。虽然嘴上说这是科幻的想象，可是认真的表情以及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基于现实技术的打造呢，记者居然直接对网友做起了鸾鸟空天航母的一个科普，还第一次正面回应了鸾鸟的容量，从动力到武器，虽然只是一带而过嘛，却足以让人兴奋不已。而且还给出了一个1:1的玄女空天战机的模型。如果央视上一次公开南天门计划是有吊大家胃口的意思的话，那这一次认真的态度以及公开各式武器的细节呢，就让人不得不相信有可能是来真的了。那有些网友则表示都说了00后不要乱用公众号私用嘛，天天发些不实的消息，这明明只是科幻小说呀，请各位国外的网友不要相信。当然呢，也有网友很担心表示说这是机密中的机密为什么要报道出来呢？有网友很快就回复到说信了你就傻了吗？那不信呢，我可就真的量产了。那你到底信还是不信呢？当国外的网友看到这是中国官网发布之后呢，也表示不淡定。一位法国的网友就惊讶地表示说这不会是真的吧？太科幻了呀！就这样，中国还不承认在月球的背面有所发现吗？看看这些你很难相信他们已经在建造了呀。一位美国的网友就表示呢，他说之前我是不相信的呀，认为这是他们的幻想。这一次他们如此认真的公开让我感觉到之前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按照中国官网的习惯是很注意保密的呀，能不说就不说嘛。但这一次如此大方的展示出来，他说我就认为中国是来真的。而且他说我怀疑他们展示出来的这些可能很多技术都已经实现了，比如那把电子手枪他说我看那就是真的。当然了，也有很多网友不相信一位韩国的网友就表示呢，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嘛，中国没有那么先进的技术这只是他们拿出来吓唬别人的手段而已。韩国网友就说韩国的技术比他们先进的多，都不可能实现，那技术更加落后的他们怎么可能会拥有呢？但是他的评论很快引来了其他国家网友的回怼。一位泰国的网友就表示说你们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吗？你还真以为韩国的技术真的领先全球吗？就这样无独有偶中国在甘肃还建造了世界首座土基熔岩反应堆。注意这个反应堆不需要大量的水，也就是说呢，可以在太空中使用那武汉大学的工业科学研究院的团队又提出了领先世界采用微波空气等离子在大气中的喷气推进的一个论文。如果成功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用于太空，并优于现在的火箭推进器的。这两个技术加在一起，就是妥妥的第一代核动力太空引擎嘛。那最近建设的核聚变发电站，几十年后它就有可能是第2代太空引擎还有电磁炮在地球上打不准，可是在太空中就没有任何问题了。目前太空里一般都是用太阳能充电，那太阳能充电就电力不够嘛，所以老美就放弃了电磁炮的项目。但是为什么中国还在搞呢？首先呢是散热问题太空引擎的散热和隔热呢远比地球上要求高，包括核聚变发电站呢有可能会使用砷化铌纳米材料。因为在2019年的3月呢，材料领域的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材料》就发表了复旦大学团队的最新研究论文，制备出了目前已知最高导电率的砷化铌纳米带，而导电率呢是石墨烯纳米带的1000倍。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呢，美国就提出了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演变成了后来的星球大战计划。那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冷战秘密曝光呢，星球大战计划被证实呢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顿时呢，世界哗然大部分人就开始认同星球大战计划只是美国政府为了拖垮苏联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且不说星球大战计划是不是真的但是它的效果是真的好吗？把苏联给忽悠没了。同时呢，虽然计划停止了，但是它的副产品由于领先被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比如说今天的互联网。对老美来说呢，相信怕上当了，不相信呢又怕量产。所以回顾历史呢，苏联是否就真的那么愚蠢呢？他们难道就不明白这个星球大战的计划背后的真相吗？但是可悲的是
即便如此聪明的国家呢，最终还是被这场战略欺骗所骗。我们再将视角转回到南天门计划本身，无论其最终的结果如何呢，长期的投资所带来的影响无疑是深远和积极的嘛。它不仅能够提升国民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还能够推动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副产品的发展。这种投资的价值就远远超出了它表面所呈现的经济效益以及政治意义由此可见呢，在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呢，信任并非是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每一个决策，每一项投资背后都蕴藏着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和长远的影响。当然了，这还需要几十年去实现它们。所以呢，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账号，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